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Amanda 的慢食慢语。今天教大家做非常传统的酒酿，也叫甜酒，或是米酒，或是醪糟，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。酒酿是用糯米和酒曲做成的。首先，第一步需要用清水把糯米浸泡透。天热的时候3到4个小时，天冷的时候大概5到6个小时，一直泡到米粒可以很轻易的用手指碾碎的程度。然后准备一个蒸锅，烧一锅开水，放上蒸架，垫上一块干净的纱布。注意从一开始，所有接触糯米的器具都要干净，没有油污。把泡过水然后沥干的糯米铺上去，然后在糯米上戳一些小坑，帮助空气的流通，后面会蒸得比较均匀。盖上锅盖，用中大火来蒸。如果你和我一样一次蒸了比较多的糯米，可以中间打开盖子，把它翻动一下，帮助糯米可以熟得比较均匀。总共需要蒸大概40分钟。要保证所有的糯米呢都可以蒸熟蒸透，但是米粒呢要保持一定的弹性，不要把它蒸得过于软烂。蒸好的糯米转移出来，放在盆子中晾凉，上面盖上一块干净的湿毛巾，以免它在晾凉的过程中会风干。等到糯米的温度降下来，和人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准备酒曲了。把这个酒曲放在一个干净的碗中，倒入适量的凉开水。酒曲遇水之后很快就会软化，然后就可以比较均匀地溶在水中。这个水的用量是和糯米成一定比例的，我这里2公斤的糯米用了1.2升的冷开水。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个酒曲水慢慢的分几次倒入已经凉下来的糯米饭中，边倒水边用手轻轻的揉搓，注意手也是要保持很干净的状态，可以像我一样戴个手套。然后搓米粒的时候呢，用力不要过大，不要把米粒给搓烂了，尽量保持这个糯米一颗一颗都很完整的状态。就这样分几次把酒曲水和糯米混合均匀。如果你感觉水的量不够，可以再酌量的加入冷开水。这个水加到什么程度需要凭你的感觉来判断，因为水加进糯米饭之后会把结成块的米饭呢这样搓开，搓成一粒一粒的。当你感觉所有的糯米饭都已经散开，没有结块，但是底部也没有多余的水分的时候，就可以停下来了，就像这个样子。这个时候米粒虽然都很黏，但它是一颗一颗的，没有结成一块的现象，并且呢也已经非常均匀的和酒曲混合在一起了。现在把准备好的糯米转移到一个带盖子的容器中，可以是玻璃或者陶瓷，或者是这种砂锅都可以，也是要干净，没有油污。拿一个勺子轻轻的把米饭铺平，不要使劲的按压，然后再用干净的筷子在中间戳一个洞出来，这个洞就是所谓的酒窝。现在盖上一张锡纸，再盖上锅盖，这样呢，只要它能够基本上隔绝空气，但是不要密封起来。现在呢，你要把这一锅糯米饭放在温暖但是温度比较恒定的地方，大概30度是最合适的温度。在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呢，要避免阳光直射，避免特别高温的地方，尽量放在阴凉处。如果是冬天温度特别低的情况呢，可以放在有这个保温功能的烤箱里头。
这样把糯米饭放进烤箱之后，设定温度30度，然后你要观察一下，因为有些烤箱温度不准确，会偏高，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呢不要超过35度。你可以把烤箱开一会儿之后就关掉，或者如果没有烤箱的人，可以把它放在暖气附近，或者是放一个温热的热水袋在上面，再用棉被包裹起来。总之呢，就是给它提供一个温暖且温度变化不会太剧烈的环境。在这个条件下发酵36到48个小时。这时候你会发现酒窝中出现比较清澈的米酒汁了，而整个糯米饭呢，它是粘成了一整块，漂浮在这个米酒汁上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尝一尝，从酒窝中渗出来的米酒汁应该是非常的甜，有淡淡的酒香，并且没有过重的酸味儿，这个状态就是成功。如果已经出了酒汁，但味道不是特别甜，那么可能是发酵的时间不够，可以再给它12个小时。当米酒达到这个甜度的顶峰的时候，就要注意把它放到冰箱里头保存，不要再放在室温下了。冰镇后的酒酿可以直接吃，甜甜凉凉的味道非常好。或者呢，在这里教大家做一个夏天的酒酿鸡尾酒，把酒酿连着米酒汁一起舀出来放在碗中，加入2倍的苏打水或是碳酸水，用勺子碾压米粒，尽量的萃取出这个酒酿的味道。挤入一点柠檬汁，再按照你的喜好加入一些伏特加。在杯子里放入冰块，把拌好的米酒过滤一下倒进去，拿一片柠檬装饰一下，这样非常好喝的酒酿鸡尾酒就做好了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把它煮成酒酿小圆子。下面呢，先来做小圆子，就是往糯米粉中倒入开水，粉和水的比例大概是2:1，边加开水边用筷子搅拌，然后再揉成面团。糯米粉一定要加开水，揉出来的面团才会柔软。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，中间切一刀，再搓，然后再切一刀。剩下的这1/4呢，继续的搓成很细长的条，从中间折一下，再用刀切成小剂子，薄薄的撒上一点干糯米粉，再把每一个小剂子搓成小圆子就好了。全部搓好的小圆子放到一旁待用。然后呢，要准备这个淀粉水，这里我用的是葛根粉，你也可以用藕粉或是糯米粉也行。然后呢，烧一小锅开水，把小圆子丢进去煮。煮到圆子全部浮起来的时候，再把这个酒酿连着酒酿汁一起倒进去，盖上锅盖继续煮。煮开之后，这个结块的酒酿就会散开来。再把刚才调好的葛粉水倒进去勾芡。最后放入糖桂花或是干桂花也行。煮开之后，这个桂花酒酿小圆子就做好了。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学会怎么做酒酿了吧？做好的酒酿用途非常广泛，除了做成含酒精或是不含酒精的饮料，
或是煮成酒酿小圆子，或者你还可以煮荷包蛋，或者还可以做老北京奶酪，还可以做成酒酿馒头等等一系列的用法。最后呢，如果让酒酿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发酵的话，你还可以得到酒精度数比较高的糯米酒。这些内容呢，将来有机会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讲解，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。做酒酿非常的简单，不过呢，我知道有很多人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失败，我会把这些失败的原因呢，详细的给大家汇总分析。这些内容会以文字的形式发布在我的网站以及微博和微信上，欢迎大家来关注。最后呢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